30万是给你攒的彩礼和首付，你却拿来买这么个死人铺子，你疯了！妈，这铺子我今天必须买。逆子，你爷爷一辈子做棺材木器，咱家好不容易丢了这行当，你敢签合同，就别认我这个爹！沈燕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就因为所谓的你爷爷给你托梦，真要用我的彩礼买这破店？对。好得很，这镯子是你订婚送我的，今天还给你。婚，我不结了，你这辈子就守着这个棺材摊儿吧。安子，听妈一句，别买了，妈求你了，那是你娶媳妇儿的钱啊！小沈，这合同你到底还签不签？现在就签，周叔。完了，真签了！沈燕，你个败家子儿，30万块打水漂了！你以后也不要和我们联系了，走。你这年轻人胆子不小，这铺子荒了这么多年，又是做棺材的，别人都嫌晦气，就你敢接？晦气不晦气，不是看行当。我爷爷一辈子做木器售财，这铺子传了好几代。后来奶奶生病了，家里急着用钱，当出去了。后来爷爷给我托梦好几次，让我必须买回来。倒是没想到周叔接手之后就一直去国外了，这也没收拾。小沈，你这小子孝顺，放心，这活我给你干得漂漂亮亮。那就麻烦陈师傅了。这声音不对，怎么了，陈师傅？不对，这声音，整片地板下面全是空的。我的娘哎，整个地板全是宝藏，这哪是铺子，这是你爷爷给你留的金库啊！这是老料阴沉木，还有黄花梨，这一小块就值几十万啊！这是我爷爷的手笔，是他一辈子的手艺绝学，还有压箱底的名贵木料。小沈，今天的事儿你不能让人知道，我今天先走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字都不会说。你先收拾，明天我再来。谢谢陈哥，爷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铺子撑起来。圣安木器正式开业。小沈，铺子也已经修完了，我这儿呢有几句话必须跟你说。小沈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把工具送回去。好的，陈哥，麻烦你了。周叔，喝茶。小沈啊，你爷爷这一屋子家底儿和祖传手艺，你应该已经发现了。现在到你手里，你一定要务必小心。周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一直觊觎你爷爷的绝学和秘藏，如今你接手老铺，他们必定会盯着你，藏好家底，千万别露锋芒。周叔，你知道我爷爷是怎么死的，对不对？他们都说他是阴气入体，可是他一直都很健康。孩子，你爷爷留给你的书你要仔细看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答案的。这一年我会陪着你，1年之后你必须挑起你们沈家的担子。周叔，我们沈家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圣安木艺修复，沈家回来了，这下可有意思了。神木图谱，沈家秘籍，祸起于此，步步相逼，不得安生。爷爷一辈子守着这间铺子，他是一直在躲。之后是沈氏子孙，吾沈家世代宫廷御用木作匠人，专司国宝神木，皇家木器修缮，手握独门传世木艺绝学。先祖获罪尽缢，奉旨永世不得进宫入室，不得显露师门。然沈家绝技乃国之匠心瑰宝，万万不可一世。后世子孙若有能力，当破除禁令，重现师门，光大木艺，护国宝，乱世保命，盛世传艺。切记初心，不负师门，不负家国。这是先祖留下的训诫。奇怪，这些器物类型我知道，但是这些数字是什么？编码吗？爷爷，您到底是做什么的？爷爷，棺材铺子，编码，先祖的话，还有你的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燕，收好铺子里的东西，务必要注意安全。他们还没走。爷爷，他们到底是谁？自会有人来帮你。小燕，保重。他们是谁？听说这家圣安铺以前是做棺材收木的，晦气得很，上一代店主死得可蹊跷了。新接手的这个老板好像是个年轻人，初生牛犊不怕虎啊。沈燕，你还真打算守着这破木器铺干一辈子？天天跟一堆烂木头打交道，真是没出息。这种小作坊能赚几个钱？就是，我宝宝家里可是开厂子的，比你强100倍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大爷，
不是我说你，这种破盒子又老又烂，扔了都没人捡，还专门跑来修，纯属浪费钱。再说就他这水平，能修好什么东西？顶多就是糊弄你这种外行。老伯，您请进。小伙子，帮我看看我这个盒子。您拿过来我看看。老伯，你这是清末老紫檀整料盒子，是正经老物件，很有收藏和传承价值。对对对，还是你懂行。我跑了好几家木器店，那帮人连这是什么木头都认不出来。认块破木头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认得出不代表修得好。你看这盒子烂成这样，缺口这么大，我看全城都没人敢接这烂摊子。就是嘴上说的好听，等会儿修坏了，看你怎么赔人家。我太了解他了，眼高手低，根本没什么真本事。老伯，能修，我用纯古法手艺给你复原，不掺半点新工艺。只不过修复难度极高，还要动用稀缺的同款老紫檀料补缺口，修复成本会高一些。价格根本不是问题，这盒子传了我们3代人，是家里的念想，我宁可放着烂，也不想让外行拿新木头瞎糊弄。只要你能原样修好，多少钱都行。那你放心，3天后来取，我尽力给你修。口气倒是不小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这破盒子修得天衣无缝。修坏了可别耍赖啊！装模作样，3天后我倒要过来看看你到底是真修复还是纯骗人。这次能不能完美复原，还真不好说。秦老，东城文化街那家店沈燕接手了，这些是资料。圣安木器沉寂多年的沈家铺子，终于有人接手出头了。需要我们派人跟进介入查看吗？不用干预，正好借这次紫檀木盒修复，看看这沈家后人到底继承了几分真款。蛰伏多年的沈家，或许真的要重回众人视野了。老板，这沈家小子刚开张就接了一个老紫檀枕料盒子的活，看来沈家的手艺终究是传下上来了。要不要咱们过去敲打他一下，探探底？不用急。小沈，你爷爷留下的这些老料，全是市面上绝技的顶级货，色泽、密度都是顶级的，一般人见都见不到。正因为料子珍贵，这一次修复半点差错都不能有。你这手艺根本不像自学的，完全是家传老师傅的功底，太稳了。普通修补只能补形，补不了百年老化的器皿。想要修旧周如旧，必须用上沈家独有的木纹续接古法。我以后能不能多来跟着你长长见识？你放心，我不偷学。行。整料紫檀盒的无痕续达修复本身就是业内难题，老化漆面极脆，缺口受力不均，很容易2次开裂。我们院里资深老师傅都不敢轻易尝试，这年轻人太敢赌了。秦老，您真觉得一个年轻人能完成这么高难度的修复？万一翻车，不仅砸了招牌，还毁了一件老物品。普通年轻人不行，但沈家后人未必不行。那我们要不要提前准备补救方案？不用，静观其变。他若成，沈家传承有望；他若败，也能看清如今的沈家到底还剩几分底蕴。若是他能完美复刻古法修复，立刻安排专人暗中对接接触。沈家绝技沉寂多年，这次一旦光明现世，那些常年暗中盯着沈家底混秘技的各方势力，必然会全部浮出水面，到时候局势就明朗了。秦老，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纳入体系，统一收录保护？你们要记住，护文脉不是收文脉，守技艺不是夺技艺。我们可以扶持，可以背书，可以护航，但属于民间匠人的根与魂，我们必须尊重，绝不强行收纳。好的，秦老。形已经对上了，可气韵还差一丝。先祖的古法到底还差哪一步？不对，这些页边怎么还有纹路？我之前翻看这么多次，居然一直没注意到。这暗记又是和什么有关？之前在学校看到的仿古木器上，好像也有类似的痕迹。虽然木料拼接已然严丝合缝，可整体质感僵硬干涩，完全没有百年老木温润通透的包浆气韵。形、纹、料全都对得上，唯独气韵缺失。古法修复讲究修旧如旧，复刻岁月质感，少了这一步，这物件就算修废了。木补形，蜡养气，岁月可修，匠心可养。养木，我一直执着于修补塑形，却忘了沈家古法的核心，重在养，不在补。普通修复只补外形，沈家御用古法是用老蜡养出百年岁月气韵。成了，真正的修旧如旧，无痕无迹，气韵归位。小师傅，我的木盒修好了吗？这2天我心里一直悬着。吹的手艺多厉害，
我看就是糊弄人的。这老木盒裂得那么严重，根本修不好，等着看老人家吃亏吧。这种街边小作坊能有什么真本事？无非是骗骗老人家不懂行，随便补糊弄过去，顶多看着不裂开，根本谈不上品相。等下修得乱七八糟，有他尴尬的。木盒古朴温润，包浆厚重自然，新旧木纹完美相融。当初开裂缺损的位置完全无迹可寻，百年岁月质感尽数还原，肉眼完全看不出修复痕迹，整体气韵浑然天成。这太完美了！我原本只求能简单修补，保住物件不散架就行，没想到能修得这么完美，古韵十足，比没坏以前还要温润好看。谨遵古法，修旧如旧，没损老物件本身气韵，算是不负托付。怎么可能？这么破的盒子，居然真的修得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巧合罢了，运气好而已。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未必是真本事。运气？这可是清末紫檀整料盒，修复容错率极低，我找的国家级师傅都不敢轻易接。这小伙子的古法手艺是实打实的真功夫，可不是靠运气。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修一个破盒子而已。宝宝，你走。秦老，沈燕修复好了。那件紫檀盒，连我们院内资深老师傅都不敢轻易尝试，一个年轻匠人居然完美复原了。古法仰慕，气韵再生，这可是沈家绝技。沉寂数十年的沈家绝学，终究还是现世。秦老，那我们是否立刻安排专人暗中对接沈燕？暂缓对接，我们此刻贸然现身，只会直接把他推到风口浪尖儿。很好，非常好，能复刻失传古法仰慕，无痕续接工艺，说明他手里不仅有顶尖手艺，还有完整的沈氏木经真传，以及沈家代代积累的核心老料底。一战成名可不是一件好事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新开的盛安木器库那个年轻老板，昨天修了个紫檀老盒子，吹得神调气神。这年头网红开店都爱炒作，真古法手艺哪能这么廉价？怕是把残次品翻新，假装成修旧如旧，专门坑骗不懂行的老头老太。小沈，坏了！外面整条街都在传闲话，说你靠噱头骗人，好多业内人都等着看你翻车。不是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古法修复本就小众，外人不懂，难免流言蜚语。可这流言越传越凶，明显是有人故意带节奏。再这么传下去，你的名声彻底就毁了。这不是赵氏木器的赵老板吗？业内顶尖的大佬都来了，今天有好戏看了。听闻沈师傅手艺精绝，我们赵总十分敬佩，今日特意带重妾前来求证。这件清代黄花梨供盘是业内公认的修复绝技，木质酥脆，断层错位，百年枯朽，数十年无人敢碰。今日特地前来，想一睹沈家古法的真正威力。若是沈师傅能将这件废器起死回生，修旧如旧，便是当代木艺第一人。彻底碾压业内所有老牌匠人，颠覆整个木器修复圈。我的天，这么厉害！失传百年的古法手艺现世了！对，现世了！今天算是开眼了，要是真能修好，这年轻师傅直接封神。沈师傅年少有为，手握失传百年的沈家木艺，是行业之幸。今日你若能修好这件死局重器，我赵振山带头为你传遍整个业内全国古物圈子，让所有老牌世家、圈内大佬都认识一下沈家传承的新主人。赵振山，你脸皮也太厚了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器物木性散尽，裂透心骨，是彻底的死局废弃。怎么，这就怕了？紫檀木盒已被带走，不足为证。唯有这件黄花梨供盘是实打实的死局重器。你若能修成，我全网造势，让你名声响彻业内；你若修不成，今日万众见证，你就是欺世盗名之徒。沈师傅，全行业、全网观众都在看着，机会我已经给你了，要么一鸣惊人登顶封神，要么彻底跌落神坛，销声匿迹。你敢接这一局吗？行业规矩从不是靠炒作造势定高低，是靠手艺说话。这物件废而未死，气韵尚存，我接了。真是年轻气盛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这供盘木质完全塑化，一碰就掉渣，怎么修？纯属自寻死路。等着看笑话吧。这黄花梨供盘的塑化程度，哪怕是我们院里的专家组联手，
都只能勉强加固，根本做不到无痕复原。强行修复只会加速物彻底碎裂、报废，这是行业共识。沈燕这一次太冒险了。赵振山这步棋够狠，故意高调捧杀，把沈家推到所有世家眼皮底下，这是要逼着所有势力同时入局，围猎沈家这最后一点火种。但是这小子敢接死局，悻悻过关了，沈家的风骨总算没断。这是老沈头以前那套家伙事儿，这手法看着根本不像年轻人的手艺，比那些老师傅还稳啊！对啊，分寸拿捏的太准了，一点都不慌不乱。这是老黄花梨，看着风化程度、木纹密度和这件供盘是同一个年代的料子。奇怪，怎么一点胶水味都没有？现在修木器哪有不用化工胶的？这是古法植物胶，以前我师傅给我看过一次。天衣无缝，裂痕全无，包浆自然厚重，新旧木料浑然一体，百年古韵彻底回来了！活了，真的修活了！这哪里是修复，简直是起死回生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种失传绝技，你怎么可能完整复刻？赵总，全网见证，众人围观。好一个沈家古法，起死回生，是我小瞧你了。圣安木器铺沈燕手握失传100年沈家绝技，当之无愧的当代木艺奇才。沈家蓄气古法再次现世了，这代沈家后人藏得太深。古法植物胶养木木蜡，沈家这些沉积几十年的肥肉，终于重新露柔了。赵振山这次倒是帮了我们大忙。赢了对局，却彻底暴露了全部底牌。赵家的算计成了，各大世家彻底入局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风雨。小沈，今天这风头出得太大了。赵振山那几句当代奇才，听着是夸你，实际上是把你架在火上烤。我知道他修不好那供盘，还想借别人的刀杀我，接下来的麻烦不会比今天少。沈先生，您的匿名包裹。这污渍是谁寄来的？来的比我想象的还快。秦老，根据线报，林、李、王3家已经在秘密监触海外买家，意图联合收购圣安铺，或者强行夺取沈氏木精。赵振山背后也有境外资本介入。胡闹！沈家守护的是国宝技艺，不是他们争权夺利的肥肉。我们要现在介入保护吗？不能明保。沈家先祖因禁医令隐姓埋名，若官方此时大张旗鼓插手，反而会坐实沈家手握重宝，引来更多恶狼。我是秦震，给东城文化街圣安铺派一个特殊巡查员过去，身份要干净，就说是街道办派去帮扶非遗小微企业的。记住，只暗中护人，不干涉传承。小燕，早啊！周叔，你这趟回来的真巧。昨晚刚有人来给我送了份大礼。这料子是当年从东南亚运回来的那批阴沉铁力木半生物。你爷爷当年为了试验胶水的粘性，在这块边角料上做过实验。您怎么确定是我爷爷的？看这里，你爷爷做实验时不小心滴了一滴特制的酸性胶水，把木头烧出了一个黑洞。他为了掩饰，就用刻刀在这个洞旁边刻了一只极小的蚂蚁。这蚂蚁是你爷爷亲手刻的，这世上除了他，没人在这种废料上费这种心思。看来你果然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。小燕，我不绕弯子了。我这次回来，不是为了喝茶聊天，也不是为了躲清静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你爷爷和我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同一件事。你看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这些都是沈家历代匠人刻下的记号。你爷爷在国内守着手艺，我在国外盯着拍卖行，我们找了一辈子，就是为了把这些东西找回来，修好了还给国家。
因为沈氏墓经里记的不只是手艺，更是这些流失文物的藏权处。事情发展的太快，我们本来打算给你1年的时间成长，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。背后的那些人盯上的就是这些东西。没错，他们想把这些东西倒卖赚钱，但我们不行，我们是守陵人，守的是文化的根。我和你爷爷这些年暗地里护着这些文物回家，那就不让他们得逞。周叔，你手里现在有没有那种最难修、最迫切的物件？有，一只流落在外的清代紫檀香炉，下个月就要在苏富比预展了，我打算把它拍下来，然后让我修好了捐给国家。对，这就叫釜底抽薪，只要东西进了国家库房，神仙也抢不走。好，那我就修给他们看。Lot 47清乾隆紫檀雕曲龙纹熏香陵，圆明园旧藏，受损极重，起拍价800万港币。老伙计，兜兜转转，总算能再见了。小叶，出事了！赵振山提前4些接洽了拍卖行，直接以私人名义锁定了这只赤龙香炉，不走公开竞拍了。他想干什么？硬抢？不止硬抢，他放了话，这只香陵是传世国宝，寻常匠人不配动手修复。放眼整个业内，唯有沈家后人有资格接手。我刚收到消息，他明天就回东城，亲自上门请你出山，专属修复这只紫檀香炉。小燕，你真要答应赵振山？这人城府极深，主动登门请你修复赤龙香炉，根本没安好心。是啊，小沈，修好功劳是赵振山的，修坏黑锅全是你背，还要赔上巨额违约金，得不偿失啊！我都清楚。那你还要往里钻？我不接，这香炉就永远攥在赵振山这种人手里。他找普通匠人乱修，只会彻底毁了圆明园旧藏的文脉底蕴。若是转手卖到海外，我们这辈子都再难追回。与其被动避让，不如主动入局。他想设局，我便顺势接下，修好香陵，护住国宝，绝不让他得逞。沈师傅，好久不见。赵总，好久不见。我近日在香港苏富比偶然见到这件清乾隆紫檀赤龙香炉，乃是圆明园流失旧藏，眼看受损严重，濒临损毁，实在于心不忍。我不惜重金私下将其拍下，只想为国宝寻一位配得上的匠人，古法修复，延续文脉。放眼整个国内木器修复圈，唯有沈师傅身怀沈家宫廷古法，能接住这道死局重器。今日我专程登门，诚恳邀请沈师傅全权接手这件紫檀赤龙香球的修复工作，所有原料开销由我承担。修好之后，也算为文物流传做一件功德。我知道这件香炉修复难度极大，是业内无人敢蹦的绝境，但我信得过沈师傅的手艺。只要你肯出手，名利酬劳我赵某绝不亏待。若是为难，也可以直言，绝不勉强。国宝文脉不分酬劳名利，既然赵总有心护住这件圆明园旧藏，我可以接下修复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沈师傅请讲，只要我能办到，全都答应。第一，修复全程不许任何人偷拍、偷窥工序，只许我和陈师傅、周叔3人经手。好说。第二，修复用料我要自行选用祖传老料，赵总不得干涉，不得过问物料出处。第三，香炉修好之后，归属权可以归你，但绝不允许私自倒卖、流转海外，只能留在国内文博体系内。只要能让沈燕动手修复，不准偷窥，可以暗中安排人远距离偷拍。至于最后归属，修好之后主动权在自己手里，到时候由不得沈燕做主。好，3条我全都答应，就依沈师傅的规矩来。香龙明日我派人亲自送过来，静候沈师傅妙手回春。你提这3个条件，只能暂时稳住他。这人阴险狡诈，根本不会信守承诺。我从没指望他守诺，我要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修复国宝的机会。接下来怕是没一天安生日子了。沈师傅，赵总吩咐，香炉已经送到，全程贵重易碎，还请妥善保管。限期15天修复完工，赵总到时亲自来取。这木头根本不是自然老化，是被人为用舀水浸泡，木质纤维全坏死了，稍微一用力就掉渣，太歹毒了。明显是后来藏家故意做旧，要实，一来压低成交价，二来故意毁掉品相，
免得有人修复完整后上交国家。难怪修复难度被传成死局，不光是破损严重，更是有人故意毁墓，断后人修复之路。沈师傅，赵总特意交代，这香炉价值连城，不许带出铺子，不许外人随意靠近。修复过程还请安奉守规矩，别生出多余事端。规矩我懂，回去转告赵总，15天后准时来取就行，不必日日派人盯守，我会如实转达。你的打算硬扛，可要知道，一旦你修好又不肯任由他摆布，赵振山什么狠事都做得出来。周叔，爷爷一辈子隐姓埋名，守铺子，护文物，不求名利，最后落得蹊跷身世。我既然接了沈家传承，就不能再步步退让。他想借我造势、偷艺、霸国宝，我就偏要修好国宝，守住文脉，还要把他暗地里觊觎文物、设局算计的把柄悄悄留下来。秦老，我们查到3家世家私下和境外古玩黑市搭上关系，他们打算联手从赵振山手里买下这件国宝，偷偷流转出境。痴心妄想！沈家世代护宝，沈燕现在接手，就是接过了文脉担子。我们不能明面插手，以免刺激各方势力狗急跳墙。等沈燕修复收尾，立刻启动文博接收预案，从法理、文物归属层面卡定他们倒卖的路子。明白，我们立刻安排。赵总，如今香炉落在沈燕手里，限期15天，你怎么看？他真能把药师枯死的紫檀木救活？能不能修好，对我来说都有益。修不好，他名声扫地，家底耗光，再背上巨额违约金，只能乖乖低头求我。到时候木精老料手艺任由我们拿捏。那若是修好了呢？修好了更好。香炉产权在我手上，这件沈家人修复好的重器，就是我们和境外黑市谈判的最大筹码。15天之后，沈家的底蕴、国宝重器、传世都该易主了。小沈，你这都熬第3晚了，歇一会儿吧。不能歇，药池木最怕停手冷却，一旦气息散掉，再想养回木性，就真的没救了。你爷爷年轻时也是这样，一做就是通宵，不吃不喝，眼里只有木头。沈家这股吃劲儿算是一脉相传了。哼，装什么高人？赵总给了15天期限，又是药石烂木头，根本不可能修好。我看他就是借着赵总的名气蹭热度，等日子一到修不出来，铁定要赔一大笔钱，到时候铺子都得赌债。就是，本来就是个守棺材铺的穷小子，突然敢接国宝修复，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等他翻车，名声、钱财全落空，到时候还得回头求小美女。这俩人太过分了，当初嫌贫爱富分手，现在还跑来落井下石。不必理会，他们背后说不定也有赵振山暗中授意，来扰乱你的心神。真是开了眼了，还真被你养活了。枯木回生，蜡养木器这门绝学，总算没断在咱们这一代。秦老、小燕，这是秦老国家文物修复研究院的泰斗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沈家古法，名不虚传。秦老深夜过来，应该不只是看修复成品的。我今晚来是跟你们交底，赵振山、林、李、王3大世家，还有境外黑市中间人，所有密谋录音、私下会面视频、资金流水、走私路线，我们已经全部固定证据，链条完整，只缺最后一步，人赃并获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收网？等你15天修复期限到的那天。好，我配合。你稳住心态，照常完工，剩下的国家来办。太神了！这气运，老祖宗的审美太牛了！沈师傅匠心传世，15天期限，完美复原国宝重器，实在令人佩服。赵总慧眼识珠，若不是您重金拍下，礼聘沈师傅，这件旧藏根本无缘复原。沈师傅，辛苦多日，香炉我现在带走，酬劳立刻转给你。赵总，当初我答应修复提过3个条件，其中1条，修好之后绝不允许私下倒卖，更不能流出境外。沈燕，东西是我花钱拍下的，归属权在我，怎么处置，轮不到你插手。识相点，交出来拿钱走人，别自毁前程。赵振山还有林、李、王3位老板，这场戏该收尾了。你们凭什么围我？我合法收藏文物，合法收藏，长期勾结境外黑市，跨国文物走私，蓄意用药水损毁国宝，垄断高端古木器交易，洗秦牟利，证据确凿，链链闭环。你们想利用沈燕修复国宝，再偷偷倒卖出境，把文脉瑰宝当成敛财工具，痴心妄想！我们对文物走私、倒卖国宝、侵蚀文脉的蛀虫，从来零容忍。今天你们整条利益链，全部一网打尽。这件紫檀曲龙香龙，正式由文物局接收，入藏博物馆，永久馆藏。
先祖训诫，盛世传艺，护国宝，续传承。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赵振山，你抵赖没有任何意义。老实交代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觊觎沈家木艺，暗中布局文物走私？是我，从一开始，我就想要沈家的一切。这是我们赵家世代的执念。沈家靠着木艺世代为将，我们赵家一直比他家差一头。这门秘术如果被我们赵家子孙抢到手，何愁发展呢？沈老在世那几十年，我3番5次上门求证沈家绝学是否还在，可他心思极深，对外只说自己是寿木匠。直到沈燕接手铺子，我就知道祖先说的沈家真正的核心秘术传下来。秦老，顺着口供，我们已经查到国内多处地下古玩黑市窝点，连夜查封，抓获涉案商贩数十人，斩断了整条跨国走私分支链条。做得好，这伙人盘踞业内多年，靠着人脉资本横行霸道，早就该连根拔起。通知下去，所有涉案文物一律登记封存，能溯源的全部对接文博机构，逐一归位。总算把这群祸害一网打尽了，以后咱们也能安安稳稳做手艺，不用天天提心吊胆。你爷爷要是泉下有知，也能瞑目了。我小时候一放假，就在这铺子里跟着爷爷学手艺。爷爷总说我天赋极好，可家里一直忌讳这铺子，嫌寿木行当晦气。爷爷走后这么多年，他总频繁给我托梦，一遍遍叮嘱我守住祖铺，守住手艺。一开始我也不信，可是我来到再次看到这个铺子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一定要买回来。一路走来，事情发生的不少，好在也是守住了爷爷用一生护住的文脉。秦老那边已经定了，正式邀请你加入文物修复后备专家组，专门负责古宫廷木器回流文物的古法修复。先祖说乱世保命，盛世传艺，现在盛世安定，我该接过担子，修古物，护国宝，续传承。沈燕，好久不见。沈老弟，现在可是大名人了，修复国宝，上新闻，被官方聘请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以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说话有点冲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沈燕，当初是我太冲动，不该以钱衡量你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很后悔，其实我心里一直没放下你。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我以后支持你做手艺，安安稳稳过日子。没必要，你爱的从来不是我，是名利和体面。沈燕，感情的事儿不强求，你们就算做不成情侣，也可以做朋友嘛。你现在人脉广，名气大，手里又有古法修复绝学，不如咱们合作，开个高端古玩修复馆，咱们一起赚钱，名利双收。不必了，两位请回吧。沈燕心思都在文物传承上，没空掺和这些。各自安好，不必再来往。哼，真是脸皮够厚。当初嫌人穷踩人低，如今看人红又想贴上来，想得太美了。周叔，这些编码我琢磨了很久，始终摸不透完整规律，只看得出来有年份、品类，却对应不上具体文物名称。哈哈，这些可不是什么神秘暗号了，是我和你爷爷当年定下的海外文物回流登记，每一组数字分别代表拍卖年份、海外藏主编号、器项品种类、流失出处。我们当年约定不写真名，不录详细，就是怕被赵振山这类有心人半路截获，暗中抢夺。所以每一组编码都对应一件流落海外的古木器，甚至有沈家先祖亲手打造的玉器。没错，我常年在全球各大拍卖行游走，专拍中式古木重器，尤其紧盯沈家带暗纹的造器。拍下一件，你爷爷就在木经上记下一组编码，隐秘存档，修复完成后匿名捐给博物馆。周叔，我爷爷当年真的是阴气入体病逝吗？根本不是，你爷爷身子一向硬朗，无病无灾。当年赵振山联合3大世家，一次次上门威逼，逼他交出沈氏木经祖传老料，还有这册文物编码账账，想垄断沈家绝学，掌控海外流失文物线索，用来走私牟利。你爷爷性子耿直，一生守匠心，但是被步步相逼，最终积郁成疾，一病不起。对外只敢谎称阴气入府，就是怕牵连沈家后人，怕线索落入恶人之手。原来是这样，爷爷既然托付给我，我就该重申他的责任。你爷爷没选错人，沈家风骨在你身上一点没断。沈家世代为宫廷御用木作匠人，乱世隐世保命，盛世出山传艺。沈燕承找沈氏古法木艺，坚守匠心，挫败文物走私链条，堪当大任。经文旅部、文物研究院联合审定，正式特聘沈燕为古木专职修复师，纳入核心修复专家组。沈家压抑100年，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示人，不用再隐姓埋名，躲躲藏藏。这下好了，没人再嫌这铺子晦气，
反倒成了老界的标杆了。凭本事立身，凭德行服人，这是他自己一步步挣来的。会长，我们多年尝试复刻中式古法养木续骨工艺，始终只得皮毛。海外馆藏上百件流失沈家玉制木器，全部老化开裂，逐年损毁，无人能修。今日亲眼所见，才知世间真有正统沈氏木艺。之前听闻有年轻匠人复原失传重器，我始终不敢相信。如今亲眼所见，才确认沈家古法真的现世了。赵镇山群本土商人太蠢，只懂倒卖文物赚钱，空握机会却不懂技术价值，根本不配掌控这门手艺。只要我拜入沈燕门下，就能从零湿透整套枯木回生养木续骨的核心秘术，拿到完整是沈氏工艺体系。一旦技艺到手，海外上百件沈家古物，整个国际古木市场都将由我掌控。秦老，山本雄一在国际古木领域声望极高，深耕数十年，门下弟子无数，在东英拥有专属木艺研究院。如今专程跨国来华，怕是另有所图。怕是奔着沈家那手艺来的。那我们是否需要阻拦，避免沈家绝学外流？不必阻拦，也无需戒备过度。技艺可交流，文脉有根魂。暗中加强圣安铺安保，严禁任何隐秘偷拍、公序录制，守住核心古法秘艺即可。小燕，你最近名声彻底传到海外了。东营的山本雄一，据说看到你修复出龙香炉的高清资料后，当即推掉所有海外学术会议，专程赶来国内。山本雄一，东营人，此人一生痴迷木艺，对正统古法技艺极度执着，大概率是冲着你的沈氏古法而来。学艺求真本是好事，但沈家木艺扎根在此，承载文脉，从来不是可外流的技艺。沈先生，久仰匠心，晚辈山本雄一专程跨国而来，恳请一见。沈先生，我研究中华古木器整整40年，走遍全球各大馆藏，穷尽所有办法复刻古法工序，始终不得核心精髓。直到亲眼目睹您救活药石枯木，无痕复原国宝香炉，我才彻底确信，您手握失传100年的宫廷正统古法，这是我毕生渴求的木艺真理。恳请先生成全我数十年求真之心。晚辈不才，真心求沈先生收我为徒。我愿舍弃所有海外身份，放下所有资历地位，从零潜心求学，全心承承沈氏古法，将这门精妙木艺好好传承发扬。沈先生，山本先生在国际古木领域地位尊崇，门徒无数，如今甘愿归零拜师，足以见得心意事成。只要您肯收下他，山本先生愿意投入巨资助力圣安铺发展。您立下的所有规矩，我们全部无条件遵从。我能理解山本先生求学心切、痴迷木艺的心思，但沈家木艺世世代代扎根华夏，守护国宝，服务文脉，是故土的根脉技艺，从不外传，更不受外邦之人。沈先生多虑，我是真心求学，只为精进技艺，传承木艺，别无二心。真心求学，我听闻山本先生数十年深耕中式古木，常年复刻我国流失古木器工艺，还将复刻改良的技法在东营申请大量国际专利，包装成东营独创木艺。那些技法本源皆是我国古法，我国文脉，如今却成了你口中东营独创的技术，不知山本先生对此作何解释？沈先生这话我听不懂，我潜心钻研木艺，纯粹是学术研究，何来窃取之说？你不必装糊涂，我很清楚你此次跨国来华的真正目的，你不是求艺求真，是想正统承承沈氏核心秘系，彻底补除你复刻多年却始终残缺的工艺短板，日后再度包装注册，垄断牟利，彻底把中华根脉技艺变成你们的东西。既然沈先生通透，那我就直言不讳。只要你肯倾囊相授沈氏古法，我可以开出一笔你无法想象的酬劳，足够你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名利双收。根植华夏的文脉技艺，偷来学去，包装再造，终究都是偷的。沈家祖义不受金钱，不受外邦，不入私利。山本先生，此地不欢迎你，请回吧。今日我告辞，但沈氏木艺太过珍贵，我不会就此放弃。会长，拜师计划失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明的拜师不行，那就暗的来。华夏的古玩二道贩子，想投机取巧的底层劲人，贪钱的小商户还有不少。沈燕，文物市场、古木行业积弊100年，本土蛀虫易清，人心贪厌难返，国宝重器易修，散落文脉难归，还有无数流失古器在外，无数假术乱象在内，真正的整顿才刚刚开始。沈家世代木作，乱世隐世互益，盛世出山传魂。从今往后，
圣安木器修复铺正式纳入国家非遗文脉体系，承担古木器修复、技艺传承、流失国宝追溯之责。爷爷，先祖，沈家手艺我守住了，家国门脉我护住了，你们未尽的护宝之路、传承之职，我会穷尽一生，稳步前行。